刚尿完没多久又想尿，提醒这多半与7个因素有关，别不当回事。楚先生今年51岁，平时身体还算健康，偶尔有些小毛病。最近他发现自己频繁跑厕所，尤其是在晚上，总是刚尿完没多久又想上。刚开始他并没太在意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连看电视都得时不时去一趟厕所。楚先生的妻子看见他越来越烦躁，提醒他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对劲，可能需要去看看医生。他心里却总想着，这么小的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。这时他开始有点担心了，为什么我刚尿完就又想尿呢？是不是和什么疾病有关？正常的尿频与不正常尿频如何区分？尿频这个问题大家都不陌生，有时候喝了点水，可能就频繁去洗手间，这个尿频的问题。简单的来说，分为2种情况，正常和不正常。正常的排尿是一个生理现象，完全符合人体的自然规律。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每天排尿次数大约是4到8次。如果你白天没有特别喝太多水，晚上也能安稳的睡上一觉，早上起床尿1次就好了，这就属于正常的尿频了。而且这些排尿往往是没有紧迫感的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上厕所，没有特别强烈的急迫感，也不伴随痛感。如果你一天跑厕所的次数超过8次，或者夜里被尿意困扰，几乎每晚都得起夜2次以上，甚至频繁的让你根本无法安稳睡觉，那就可能是尿频的警报了。这时候尿频就不只是一个生理小现象，而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信号。不正常的尿频不仅仅表现为次数多，而且常常伴随其他不适，比如尿急，即使刚刚上过厕所，你依然会感觉尿意难忍，甚至可能有尿失禁的情况。有时候人们也会误把自己出现的尿频归咎于喝水太多或者膀胱小，但这并不完全准确。尿频有时可能与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相关。如果你排尿频繁，并且伴随其他症状，比如尿痛、血尿、尿急等，千万别掉以轻心，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。另外，尿频的表现不仅仅是次数多，有些人可能排尿量并没有明显增多，但仍会感觉频繁的尿意。大家可能没注意到，紧张或压力大时，你也许会感觉自己更容易想上厕所，这其实和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。总的来说，判断尿频是否正常，首先要了解自己平时的排尿习惯，平时多留意自己去厕所的频率。大多数时候，尿频并不意味着严重的疾病，但它绝对是一个提醒我们注意身体健康的信号。通过合理的饮食、生活习惯和及时的治疗，大多数人是可以有效缓解或消除频繁排尿的困扰的。频繁尿意的7大罪魁祸首。尿频的原因并不简单，它背后可能隐藏着多种健康问题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是尿频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实际上这个症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。膀胱过度活跃症是尿频最常见的原因之一，简单来说就是膀胱控制不好，总是发出要尿尿的信号，即使里面并没有多少尿液。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突然产生急迫感，无法控制排尿，甚至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生。尿路感染也是尿频的常见罪魁祸首，女性更容易受到尿路感染的困扰，因为女性尿道较短，细菌更容易进入膀胱。当膀胱或尿道感染时，常常伴随尿频。尿路感染通常还会让你感觉排尿时灼热或者不舒服。糖尿病是另一个导致尿频的原因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排尿次数突然增多，还伴有口渴、乏力等症状，糖尿病的可能性就需要考虑了。这个时候，除了尿频，通常还会有其他糖尿病的表现。慢性肾病或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频繁排尿。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不能有效浓缩尿液，就可能导致尿频，甚至夜间频繁起夜。肾脏的问题往往不容易被发现，因为它的症状比较隐匿。女性在激素变化期间也容易出现尿频，例如月经周期、怀孕和更年期等阶段。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波动会影响膀胱和尿道的功能，尿频就会变得更加明显。这些变化通常是短期的，但如果尿频问题持续，就需要注意了。有时候，尿频并不是生理上的问题，而是心理因素的结果。焦虑和压力过大，
尤其是在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时，常常会让你产生频繁的尿意。焦虑症、抑郁症患者可能会感觉自己需要经常去厕所，但排尿量并不多。这种现象通常和心理压力过大、情绪波动密切相关。最后，某些药物也可能导致尿频，尤其是利尿剂和降压药。利尿剂通过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水分，增加尿量，从而导致尿频。长期服用利尿剂或者降压药的人，往往会体验到夜间频繁起夜的烦恼。总结一下，尿频看似只是一个小问题，但它的背后可能暗藏着多种健康原因。通过识别这些常见的原因，我们可以更早的发现问题，及时就医治疗，避免病情加重。尿频虽小，却是身体发出的重要信号，不能忽视。3. 尿频引发的困扰。频繁的尿意常常让人感觉烦不胜烦，特别是当你刚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久，又急着跑去再上一趟。这种情况不只是让你感到生理上的不适，甚至会逐渐影响到你的情绪和心理状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忽视尿频背后的心理压力，觉得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但长期尿频的困扰往往会让人焦虑、烦躁，甚至影响到自信和工作状态。想象一下，频繁的尿意让你在开会时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或者在和朋友聚会时总是想要躲去洗手间。这种感觉会让人逐渐感到自己像个异类。每次外出、开会或是社交，心里都会不自觉的担心，会不会又急着去厕所？会不会影响到别人？我会不会因此显得很尴尬？有些人可能开始感到自卑，认为自己不正常，甚至有点不敢面对别人。这种心理上的阴影，往往比身体上的不适更让人难以忍受。当症状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，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就可能悄悄入侵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尿频带来的情绪困扰，常常让患者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。因为尿频产生焦虑，焦虑反过来又加剧了尿频，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负担，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，影响到整体的身心健康。解决这种困扰，不仅仅是依赖药物，心理调试同样重要。因此，面对尿频这个看似简单的生理问题时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其背后的心理影响，采取全面的治疗策略。4. 如何应对尿频？频繁的尿意让生活变得不再轻松，尤其是在忙碌的工作中或者社交场合上，总是忍不住想跑厕所。面对尿频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往往忍耐、拖延，甚至选择减少水分摄入以缓解症状。但这些方法不仅无法根治问题，反而可能让健康状况变得更加糟糕。那么，如何有效应对尿频，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呢？尿频的治疗，首先得找到背后的真凶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专业的检查，找出具体的病因。如果你有类似症状，最好尽早去医院进行尿常规，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。药物治疗是最常见的应对手段之一，比如膀胱过度活跃症的患者，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物来缓解膀胱收缩过度的现象。这些药物可以帮助你延缓排尿的冲动，减少频繁上厕所的次数。但是，仅靠药物治疗并不够，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调整也很重要。多喝水固然好，但你需要避免在晚上的时候摄入过多水分，这样可以减少夜间频繁起夜的情况。而如果你喜欢喝咖啡、茶或碳酸饮料等含有咖啡因和利尿作用的饮品，就需要适度控制了。除了这些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，日常的锻炼也能起到显著作用。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，适量的运动对膀胱功能有着积极的影响。像跑步、快走、瑜伽等活动，不仅能增强身体免疫力，帮助身体排出毒素，还能提高膀胱控制能力，减少尿频症状。对于一些长期困扰尿频问题的人来说，如果采取了上述方法后仍然没有明显改善，可能需要考虑更为专业的治疗方式，比如通过物理治疗的方法，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膀胱功能。应对尿频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，并在生活中做好预防。因此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症状，及时就医，科学治疗，才能真正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重拾健康的生活。结语：尿频看似是一个常见且不太严重的问题，很多人往往觉得这只是生活中的小烦恼，
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然而，频繁的尿意背后往往隐藏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困扰。如果长时间忽视这个问题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隐患，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。通过科学的诊断和治疗尿频，不仅需要药物的帮助，更需要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心理健康的关注。饮食、运动、放松训练等方面的积极干预，能够有效改善症状，防止尿频问题恶化。因此，当尿频问题出现时，我们不能忽视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生活中的小麻烦处理。及早就医，进行科学的检查和治疗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，才能真正摆脱尿频困扰，恢复健康的生活节奏。